欢迎收听。今天呢，我们想和你一起深入聊聊一个话题，就是怎么利用早上的时间来让你的语言学习更有效率。我们手头有一些挺有意思的研究和建议，主要是围绕着5个具体的晨间习惯。是的，我们的目标就是帮你从里面提炼出最关键、最实用的信息，让你每天早上都能更好的进入学习状态。没错。其实有意识的培养一些早晨的习惯，对大脑功能啊、情绪啊，还有学习的动力影响都挺深的。这不光是说要不要早起，更重要的是怎么用好早上这段可以说是头脑比较清醒的时间，给学习新语言打个好基础。对，给大脑预热一下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看这5的习惯，聊聊他们背后的道理，还有你怎么能在生活中用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先看第一个，这个是专注冥想。材料里说每天大概10到15分钟就行。时间不长，但他说对减少学语言那种就是压力和焦虑感挺有帮助的。是的，这个效果其实挺明显的。就算是很短时间的冥想，也能让你稍微平静下来，焦虑感会少一些。从科学角度讲呢，冥想能强化你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功能。前额叶，这是负责什么的？你可以简单理解成，它是你大脑的指挥中心或者说内存条，负责你的注意力、决策还有工作记忆这些高级功能。哦，明白了。这个区域功能强了，那你的工作记忆和注意力自然就提升了。这就与记单词啊、理解语法规则都是特别关键的。等于是给学习的硬件升了个升。对，这个比喻挺形象的，就是帮你优化你的学习硬件。那具体操作起来难吗？需要什么特别的准备？不难，其实很简单，找个相对安静点的地方，让自己坐得舒服一点就行。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，感觉一下空气吸进来呼出去。或者呢，现在也有很多引导冥想的手机 app， 跟着引导做也很方便。跟着 app 做可能对新手更友好一些。对，而且针对语言学习者有一个小技巧。哦，是什么？就是在冥想的时候，你可以有意识地加入一个意图，比如说在心里想象一下自己用目标语言很流利地在交流、在表达。哇，这个听起来不错，有点像心理暗示。可以这么说，这能在情绪上给你一个积极的铺垫，让你对接下来要进行的语言学习更有信心，也更能承受学习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小挫折。了解了，这个听起来确实值得一试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2个习惯，叫晨间沉浸式听力。意思是在早上，比如做早饭或者整理房间的时候，听目标语言的东西，像播客、有声书什么的。对，就是利用这种所谓的背景时间或者碎片时间，进行一种沉浸式的听力输入。为什么是早上呢？早上听效果更好。材料指出，而且也有研究支持，就是大脑经过一夜休息之后，它对新的信息，特别是声音信息，接受度会相对高一些，像海绵一样，更容易吸收。可以这么理解。这个时候你听目标语言的播客、有声读物，甚至是歌曲，能帮助你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熟悉这门语言的节奏、语调和发音特点。这个有点像我们常说的磨耳朵。对，有点那个意思。但它更深一层的作用是，它在促进一种叫做内隐学习的过程。内隐学习？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刻意去记、去分析，但你的大脑在后台默默地处理这些语言信息，识别模式，吸收规律。潜移默化的学习。是的。比方说，你早上准备早餐时，听一段西班牙语关于日常活动的播客，可能你没有完全听懂每个词，但那些关于起床、吃早餐的表达方式、常用词汇，就在无形中被你接触和巩固了。当然，这里有个关键点，要选择难度基本合适的内容。太难了听不懂会挫败，太简单了又没效果。对，这个度要把握好。听完之后呢，如果时间允许，可以花个几分钟，快速记下或者回顾一下刚才听到的让你印象深刻的词或者短语。好的，那接下来第3个习惯是用目标语言写日记。这个听起来好像挑战性就大一些了，尤其是对刚开始学的人，可能会觉得有点难以下手。但它的核心价值在于，它提供了一个，怎么说呢，
低压力或者说低风险的实践环境。低风险怎么讲？就是说，你写给自己看，不用担心语法是不是完美，句子是不是地道，重要的是去用这门语言。每天花个，比如说10到15分钟，用你正在学的语言，随便写点什么，写写你早上做了什么，或者你今天有什么计划，甚至是你的一些想法、感受。写什么都行。对，写什么都行。这个过程能很好的锻炼你的写作能力，帮你主动去思考怎么用词，怎么组织句子。确实，写作是主动输出的过程。没错，而且从心理学角度看，这个练习能提升你的自我效能感。自我效能感？就是你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，达成某个目标的信念。经常用目标语言进行这种反思性的写作，会让你对自己使用这门语言越来越有信心，同时也能减少对犯错的焦虑感。这个很重要，很多人学语言就怕犯错。是的，比如你试着用法语写你的晨间活动，你可能不知道醒来怎么说，然后你去抄了，是 se réveiller， 查了用了，下次可能就更容易记住了。通过实际应用来记单词。对，所以关键就是坚持下去，哪怕每天只写1、2句，不必追求完美，重要的是开始写，并且持续下去。明白了，就是鼓励大家勇敢去用。好，第4个习惯，体育锻炼。这个我们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，但它跟语言学习的具体联系是，材料说能激活认知功能。这个联系其实非常直接，而且有挺多科学研究支持的。运动，尤其是有氧运动，比如说跑步、快走、游泳这些，能显著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量，特别是流向一个叫海马体的区域。海马体，这个我好像听过，是不是跟记忆有关？没错，海马体基本上就是你大脑里负责学习和记忆形成的关键部位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脑的保存按钮。保存按钮，这个比喻好记。对，运动增加了流向这个区域的血液和氧气，就相当于让这个保存按钮工作的更有效率。你新学到的词汇、语法知识就更容易被存进长期记忆里去。原来是这样。有不少研究，包括一些综合分析都发现，规律性的有氧运动能够改善人的认知灵活性，还有语言相关的记忆力。另外呢，运动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能降低身体里的皮质醇水平，这是一种压力激素。还能减压。对，缓解学习带来的压力。同时，它还会释放内啡肽，让你感觉更愉悦、更积极。这对保持学习动力也很有帮助。确实，心情好了，学东西也更容易。那具体怎么结合呢？早上运动完再学语言？可以这样。或者你也可以试试双重任务，就是把运动和语言学习结合起来。比如说，你跑步的时候可以听目标语言的播客或者词汇录音，或者你散步的时候可以大声地练习说一些单词或者句子。一边运动一边学，听起来效率很高。是的，关键是找到你喜欢的运动方式，这样才容易坚持。运动之后，趁着大脑还处于比较活跃、兴奋的状态，马上进行一些语言学习的任务，效果可能会更好。好，这个方法听起来很不错。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第5个习惯，结构化学习与主动回应。这个听起来，稍微有点学术。听起来可能有点，但其实原理和操作都挺简单的。主动回忆，英文叫 active recall。主动回忆。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迫你的大脑去提取信息，而不是被动的重复接受信息。提取信息跟复习笔记有什么不一样？区别很大。复习笔记很多时候只是反复看，感觉好像熟悉了，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真正记住。而主动回忆呢，是要求你，比如说看到一个外语单词，你要努力去想它的中文意思是什么，或者看到中文意思，努力去想对应的外语单词。就是自测。对，自测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主动回忆。或者学习动词变位的时候，不看规则表，自己尝试把各个形式写出来。学完一段课文，合上书，试着复述一下主要内容，这些都是主动回忆。为什么这种方式效果更好呢？因为提取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记忆巩固过程。每次你成功的从记忆中提取出某个信息，这个记忆痕迹就会被加深一次。
认知科学领域有大量的研究都证实了，在促进长期记忆方面，主动回忆的效果远远超过了被动复习，比如单纯的重读、划线这些。那对语言学习者来说，具体可以怎么应用呢？方法很多，比如说你可以用闪卡 （flashcards）， 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的。像 Anki 这样的间隔重复软件 SRS 就是基于主动回忆和遗忘曲线原理设计的。Anki 我知道，很多人推荐。对，它会根据你对每个卡片的掌握程度，智能安排下一次复习的时间，在你快要忘记的时候提醒你进行主动回忆，非常高效。这样就能把精力用在刀刃上。没错，专注于那些你还不太熟练、需要优先掌握的内容。关键是，这种结构化的学习和主动回忆练习不需要一次花很长时间。每天早上，安排个20到30分钟，集中精力做一下，效果就很好。保持简短、专注，避免学习疲劳。了解了。所以这5个习惯，冥想、听力、日记、运动、主动回忆，听起来各自有侧重，但好像又能互相配合，产生叠加效应嘛？是的，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促进，产生协同效应的。材料也建议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。怎么结合比较好呢？比如说，你可以构思一个晨间流程，先花几分钟冥想，让头脑平静、清醒下来。然后利用做早餐或者通行的时间进行沉浸式听力，预热一下语言。接着坐下来用目标语言写几句日记，进行主动输出。之后做点体育锻炼，进一步激活大脑。最后趁着状态好，用主动回忆法巩固一下昨天学的或者当天计划要学的重点内容。哇，这个流程听起来很理想。但感觉一下子全做到可能有点难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关键是，循序渐进，不要想着一步到位，把5个习惯都塞进第一个早晨。你可以先从你觉得最容易开始，或者你最感兴趣的1、2个习惯入手。比如说，就从明天早上开始，先试试冥想5分钟，或者跑步时听5分钟播客。从小处着手。对，从小处着手，先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然后慢慢的可以再尝试增加其他的习惯，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和一致性。习惯养成确实需要时间。是的，有研究提到，养成一个新习惯，平均可能需要大概66天，也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。所以别太着急，给自己一点时间。但只要你坚持下去，这些习惯累积起来的效果将会是非常显著的。你会慢慢发现你的注意力更集中了，词汇量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，口开说或者动笔写的时候也感觉更自信、更顺畅了。听起来真让人期待。好，那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。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这份材料里提到的5个晨间习惯，希望能帮助你优化语言学习的过程。对，这5个习惯分别是：专注冥想，提升思维清晰度；晨间沉浸式听力，熟悉语言环境；用目标语言写日记，练习主动输出；体育锻炼，激活认知功能；还有结构化学习与主动回忆，高效巩固知识。这些方法，它们不仅仅是一些例行公事，更像是一个为你量身打造的工具箱。它们背后都有一定的科学原理支撑，目的就是帮助你更好地激发大脑的潜能，加速你掌握语言的进程。说得很好，它们是工具，我们可以灵活运用。是的。那么最后，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小小的问题，或者说是一个行动的起点，你可以思考一下。了解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原则和习惯之后，明天早上你可以尝试做出哪一个，哪怕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调整，来让你的语言学习，甚至是你接下来一整天的状态变得更好一点点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题，也是一个行动的邀请。Thanks for joining us.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, please subscribe, like, and share with your friends.